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今天是2021年，抱歉，6月11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美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有3个主题，第一个叫北上广不相信眼泪，中年失业的求助信。第二个主题是白银越野赛事处罚27官员，景泰县委书记跳楼。第3个题目是七国集团围绕韩国的角力那么先讲这封信这封信是一个上海的市民写给上海市长龚正的这封信这封信是4月6号写出来的，发出来的那么标题是失落大龄职场男的求助信那么信的内容我大概的挑几段念一下我不想全部念。他说是这样的：敬爱的、尊敬的龚正市长，您好，非常荣幸，本人和您是本家都姓龚我是犹豫了好久才决定给您发这封邮件，因为我想我是代表当下相当一部分高学历且资深但失落的大龄职场人给您写的信。首先我非常惭愧，虽然我是硕士本科都是重点大学毕业的上海人，也曾经在知名外企工作将近20年，也做过好些年的外企高管，我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也有过硬的企业及业务能力。不过自从2018年离职后，就一直未能在社会上找到合适的工作。我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我已经48岁了，绝大部分公司和企业由于种种原因，原则上不会考虑录用我这样的大龄青年。我也尝试过自主创业，但最终以失败告终。我太太也面临同样的境遇。前些年我们响应国家号召，生了2胎，如今我们需要抚养2个儿子，一个刚上高中，另外一个上幼儿园。同时国家今后把我们这些人的退休年龄延迟到65岁，这就意味着我们这样的大龄青年至少还需要工作10多20年才能正式退休。坦率讲，如今在上海像我这样40到50岁的失落大龄高学历的资深职场人很多，我认识的朋友同事就有好几个现在和我的情况类似。我们这2年通过许多专业的求职网站，如领英、猎聘都未能找到工作，大家空有一身本事和抱负，却报国无门，同时还得承担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责任。这2年来，我一直在申领政府发放的微薄的失业金，加上偶尔挣到的咨询费，以及家里有限的储蓄，勉强度日。但是我们总不能这样碌碌无为，坐吃山空一直下去，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此我想请求政府能否帮助我们这些高学历且资深的大龄青年搭建一些没有年龄歧视的职业平台。我们这些人有的是学历、能力、精力，我们完全还能为社会贡献10-20年。为何我们有这种被社会抛弃的感觉？然后我们也注意到，近年有近1000万的大学毕业生要涌入就业市场，但他们的目标岗位和我们是大相径庭的，完全没有冲突。真心希望政府能够帮助我们这些人和企业联姻，我们将继续为我们的国家和社会贡献我们的智慧和才华。这封信我看完之后五味杂陈那么中年失业非常痛苦，这是一封有血有泪的信那么非常典型的管理人员的思维方式，不卑不亢，表达得体然后也为对方着想，也讲究逻辑这是你一看这封信写出来的人就是一个有管理思维的人写出来的信那么这信里面有3点。第一点，有理有据
而且这是一个体面的求助，他是个体面的求助啊，没有说他生活中的不堪啊，这是第一。第二，背后的辛酸血泪无以言表啊，他没有讲他的辛酸血泪，他也讲不出来好多事情啊。第三，这是中国城市最被忽略的人群啊，这是因为他们原来就是社会中间，这是社会中坚力量啊，就是中年人是一个社会中坚力量，但是他们现在正在被抛弃啊。那我记得2019年开始，华为开始辞退工龄超过10年的员工。华为作为中国最受欢迎的雇主，2019年开始辞退啊。那么2020年，这个腾讯开始辞退工龄长的员工，这些都意味着他们这将面临的和这封信的求助者啊，我没有念这个求助者的名字啊，他们同样的境遇啊。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出现的背景是什么？其实这封信的作者啊，写这封信的人，他从2018年开始，其实就是从2018年开始。2018年开始，很多像这封信这样的人开始慢慢的在被淘汰。为什么？原因就一个，经济的高增长已经结束了。当经济高增长结束的时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企业的高增长时代也结束了。那么企业高增长时代一结束，企业考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就是把薪资高的中年的中高级的职员把他 lay off， 就是裁除，因为他们是人力资源成本的主体。那么因为没有那么高的增长，这个团队的成本就不需要那么大，不需要那么厉害啊，它是主体啊，主体。那么现在的失业率到底有多少？这是个黑洞啊。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上个月啊，就是5月份，失业率只有5.3%左右啊，这肯定是不真实的。那么李迅雷团队啊，在去年的4月份，他认为当时的失业率是20%左右啊，我认为它还是低一点，我认为应该有30%左右。那么他当时的理由是什么？当时当然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啊，那么中国就业主体偏重于第三产业，那么个体经营户占大部分，疫情中个体经营户受冲击最大。再考虑到服务业可选择消费需求的低迷，外需大幅冲击啊，所以目测呢，中国当时的失业人口是7000万，7000万就是20.5%，这是李迅雷啊。那么一年下来，中国经济复原程度比预期的好，为什么？因为外部需求就是出口比预期理想，还有一个就是房地产又火爆了一阵子，所以两头加在一起，中国复原的速度比预期好。但是中国的去年的底部比预期要深，所以呢，我相信现在这个时候，城市的失业率仍然是非常高的啊，有多高？我相信还是要超过10%的啊。中国经济并没有完全复原，为什么？内部需求非常的差，所以第三产业跑不起来。第三产业跑不起来，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就业就上不来。所以中国经济再怎么恢复，它城市失业率仍然是超过10%的。再加上我刚才讲的这个背景，就是高增长期过去了，这些大企业开始裁减那些就是占这个薪资主体的这种中高级的，而且年龄比较大的这种资历比较长的，你工龄比较长的这种中高级的职员，这些人就会被 lay off。这些人在市场上
找不到工作，特别是他这个网友说，这位作者讲他已经48岁了，48岁呢就是没有希望，40岁以上都很困难，到了45岁以上呢就希望很渺茫。所以这位网友讲，这位作者讲，他从2018年到现在2018年到现在已经2年多3年的时间了。那失业3年对一个人的意志会有非常沉重的打击。我记得陈鲁豫在采访许巍的时候，许巍讲了人生3大不幸，大家听一下，哪3大不幸？第一，少年得志这是讲他自己，少年得志。第二，中年失业第三，老年入花丛老年入花丛那是很不幸在网上有一段话是这样形容这个中年，中年没有失业的时候，中年职场人，中年是个卖笑的年龄既要讨得老人的欢心，又要做好儿女的榜样，更重要的是时刻要关注老婆的脸色，不停地迎合上司的心思，这就是卖笑的年龄。那么所以中年人其实非常的不容易那么中年失业毫无疑问是一场噩梦那么人到中年，为了生活，为了颜面，为了自己的房贷，为了自己的车贷，为了孩子结婚的票子，为了房子不敢停歇从南到北任何公司最不闲着的人，就是那个单位的中年人这个单位的中年人是最诚恳、最没有怨言的人。虽然他最有经验而且有人很稳固的人脉，但是他们的岗位最不牢靠所以这个社会呢，要求一个中年的男人要成功事业要有成，家庭要求这个男人成为一个家庭的顶梁柱。那么但是一旦他失业那他就成为这个家庭不再能够做出贡献的人所以中年失业，就算你经得起自己的失落，也经不起周围的人经不起周围的人心，也经不起一家老小的开销就是上有老下有小所以呢，失业的中年人生活会变得灰色、无奈、沮丧挫败，这就是他的日常。所以北上广深不相信眼泪那么中年男人也不能心碎所以有句话叫就是说就算是失业了，也要绷住自己的神经和心情。父母那里不能说妻子那里不能说也要给孩子做榜样。想哭了就找个四下无人的地方，自己哭给自己听。这就是中年男人的失业，这就是中年人的失业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自己没有价值，不再被需要，你的存在是一种反物质。所以我今天这个节目是献给那些仍然在失业中彷徨的中年人希望你们坚强，希望你们能够扛过去走出现在的困境，找到一条新的路向。我没有办法帮助你们，但是我在这里可以提供一个精神上的支持。加油，中年人。好，我们第二个主题白银越野赛。白银越野赛大家还记得5月22号，那么这个白银越野赛造成了21人死亡的这个事故。现在知情人透露说6月9号上午甘肃景泰县白银市的景泰县县委书记李作弼在白银市华谊大酒店跳楼身亡，那么终年57岁。
那么当天白银市景泰县，基本上所有的公职人员都知道了。那么在此之前，中纪委的官员当天上午曾经找他谈过话然后6月10号，官方杂志《西部大开发》在一个社交媒体上，这个引用这个当地官员的话：“你作弊跳楼自尽那么这个白银市5月22号的这个100公里马拉松100公里越野赛，造成21人死亡，这个震惊中外，因为一场越野赛死21个人，这是非常震惊的事情。那么震惊中外。那么6月11号，甘肃省召开记者会，公布白银市这个越野赛的这个调查和处理结果会议通报就这么说：5月22号，黄河石林山地马拉松100公里越野赛暨乡村振兴健康跑在白银市景泰县黄河石林大景区内举行。在100公里越野赛进行中，遭遇大风、降水、降温的高影响天气，造成21名参赛选手死亡，8人受伤。调查认定这是结论这是一起由于极限运动项目100公里越野赛在强度、难度最高赛段遭遇大风、降水、降温、高影响天气，赛事组织者不规范，运营执行不专业，导致重大人员伤亡的公共安全责任事故那直接原因，工作方面，气候原因是主要的，但工作方面的直接原因，赛事举办机构风险防范意识不强，赛前收到气象部门通知，蓝色大风、蓝色预警后未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未按照高海拔赛事要求将防风保暖装备列入强制装备清单，100公里越野赛赛道补给点设置不合理，在最难最险的高海拔路段2230米未设置医疗救助和补给点，未采取加强和改善通讯条件的措施，导致最危险时刻通讯联络不畅。赛事承办单位和执行运营单位组织管理运营水平低，未按照规定标准制定针对赛事的专项紧急预案和安全防护措施，应急救援力量准备严重不足。在收到求救援大范围退赛信息后，前期救援统筹不够，组织不力所以呢，他认定甘肃锦城体育文化公司对事件负有直接责任，公司负责人张小燕等5人正式批准逮捕，追究刑事责任。赛事主办方、承办方、协办方、执行运营方16家单位，共27名相关人员对事情发生负有责任，追究责任那么通报27名公职人员，其中包括5名省管干部和22名非省管干部，具体情况如下。那么其中包括呢这个1白银市委书记苏军政务警告；2白银市委副书记市长张旭晨政绩处分，然后就是政务记过处分；白银市副市长高云祥党内警告处分；白银市景泰县委书记李作弊主要领导责任因为已经死亡，所以不予处分。然后是县长张文林免职，县委副书记周阳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副县长张文慧政务记大过，然后是白银市体育局局长党内严重警告政务记大过，白银市体育局副局长党内警告政务记过，景泰县委宣传部长，然后是景区管委会主任，现在被留职，就是双规了然后就是景区管委会副主任，
也是留职措施就是双规，大概就是这样。这件事情之前就是家属21名家属好像是基本上签完了处理意见就是赔偿措施那么评价2点，第一点，事故的处理基本上符合事实那么天气有主要影响，然后就是运作就是运行负有直接责任处分呢，这第一点就是事故评价基本准确第二点，甘肃省的领导完美的躲过了处罚这就是中国的这个事故它由甘肃省来处理，所以甘肃省呢就处理下面，就不处理自己叫刑不上大夫，这就是当前中国的就是他们现在的标准操作基本上是这样21条人命这个结果好，我们今天再讲第3个主题，七国集团峰会。七国集团峰会应该马上就要开了今天应该开了那么韩国总统文在寅11号启程前往英国，出席这个康沃尔郡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并且之后会对奥地利和西班牙进行国事访问。峰会期间，这个文在寅将会出席3场扩大会议，因为韩国不是七国集团成员那么韩国、印度、澳大利亚这3个国家被邀请参加就是扩大会议的时候，这3个国家的首脑一起去参加这个会议。然后这个文在寅会在期间会分别同英国、澳大利亚、欧盟举行双边会谈，然后在13号到15号对奥地利和西班牙进行国事访问。现在这里面就是说韩国就是文在寅会不会跟日本首相菅义伟在这个峰会这个期间见面，大家很关注但是真正重要的是什么？真正重要的是韩国现在能不能成为西方阵营的一个存在，这是问题的关键这个意义比这个韩日这个会谈要重要，但是大家很关心这一点。然后七国峰会之前呢，中国呢就使劲的拉拢韩国，那么外长王毅呢就跟这个韩国的外长这个郑义溶通电话就是说在这个电话一通就有点意思这意思是中国外交部发的新闻稿强调韩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不过这段话呢，在韩国外交部发的新闻稿里面就没有这段话，就是韩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那么显然中国又在帮对方说自己想说的话，这不符合外交惯例就是还是那句话，他喜欢帮你讲他想讲的话，你没讲他也帮你讲基本上是这样。这不是第一次，中国经常这么干因为他用的是中文那么其实在拜登和文在寅5月24号首脑峰会发表之后发表的这个联合声明里面有讲到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所以为什么中国要把这个一个中国的原则放进去的原因，是因为这个美韩峰会里面提到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所以他把这段话放进去。就算韩国没有回应他这段话，但显然王毅在会上提到这句话，他就当做双方共同认为的这个话写上去那么6月9号这个外交部中国外交部的新闻稿还在引用所谓的郑义溶讲话，这么称
韩国作为中国近邻，高度重视发展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充分认识到两岸关系的敏感性啊。这段话是郑义溶没有讲，然后韩国外交部也没有说，那么中国外交部就放进去啊。这就是外交战，这就是外交战。那么中国外交部新闻稿是这么说，他说，明年是中韩建交30周年，双方要共同珍惜来之不易的合作成果，为两国关系继续稳定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创造必要条件。美国推动的印太战略充满冷战思维，挑动集团对抗，不利于地区和平稳定发展大局，中方坚决反对。中韩作为友好邻邦和战略伙伴，应把握是非曲直，坚持正确立场，信守政治共识，不被带偏节奏。这就是警告韩国。那么韩国外交部的新闻稿这么说，郑义溶希望美中关系能稳定发展，美中合作应对全球挑战，符合国际社会利益。对此，郑义溶感激美中双方共同支持目前在 P4G 峰会上，先进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在气候应对发布的首尔宣言。此外，两位外长也同意今后继续保持韩中两国之间的高层战略沟通。就这样大概就是一个现在的情况是什么？现在情况就是双方都在关注一件事情，就是习近平访问韩国的问题。那现在的问题是，对于韩国来说呢，就不大想请习近平去。为什么？因为他跟这个文在寅刚刚见完这个拜登啊，双方签了这个联合声明。然后你要是再请这个习近平去韩国，那么会有一些尴尬，对，因为他毕竟不能够把事情做得太明显，因为对韩国来说，我还是那句话，他在经济上，对中国有依赖，在安全上非常依赖美国。现在你跟美国签了联合声明，如果你反过手来再请习近平去，万一美国不高兴怎么办？所以对于韩国来说，他就不想请。但是呢，之前又请过之前请过呢，那个时候还跟日本有一争啊。那现在你又请过，那个时候习近平又忙不过来，顾不上，就是瞧不上。那现在习近平是有点想去，但习近平想去呢，这一点其实跟日本是有点像。习近平想去的时候呢，韩国又不想请了。同样的情况是，习近平更想去日本，因为美日之间的峰会显示了更重要的合作。那当然，日本完全不想请，所以日本根本就非常冷淡。韩国这边呢，韩国更依赖中国，所以韩国现在请不请呢，又不能一下子把话收回来，所以呢，现在局面就是一个这样的局面。会不会去呢？当然不会去啊，去不成的，美国不会让他去的。另外一个新闻就是，美国总统拜登和英国首相约翰逊6月10号签署了一个新大西洋宪章。大家知道大西洋宪章是这个罗斯福跟那个丘吉尔1941年英国首相丘吉尔跟美国总统罗斯福签订的大西洋宪章，作为二战以后世界新格局和国际新秩序的基本原则。大西洋宪章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则是什么？美国就提出来，那我们来一起打败希特勒纳粹德国，但是英国要答应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战争结束以后，英国能不能放弃你的海外殖民地？这就是大西洋宪章对国际社会最重要的贡献是什么？它奠定了二战结束之后全球国家的格局。
全球国家的格局，你很多国家都开始纷纷独立，前提是什么？前提英国人在实践他在对美国的承诺，而美国就是因为大西洋宪章，让很多英国的殖民地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国家。很多人经常讲，为什么美国是民主的灯塔？它为什么是灯塔国？够得上资格吧？够得上资格吧？你说是不是？所以大西洋宪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文件啊，这个文件其实是2个国家的君子约定，美国去支援英国，支援欧洲，打败纳粹德国，但是英国你要答应放弃你的海外殖民地啊，就是一个这样的事情啊。然后这一次呢，签订一个新的大西洋宪章，新的大西洋宪章里面整个通篇没有一个词中国，没有讲到中国，但是大家都知道新的大西洋宪章讲的是什么？讲的就是中国。那么我念第一段啊，念第一段，我们重新振兴的新大西洋宪章建立在80年前的承诺和愿望的基础上，我们确认了我们对维持我们经久不衰的价值观，并在应对新老挑战的时候捍卫他们的继续承诺。我们致力于所有认同我们民主价值观的伙伴密切合作，对抗那些寻求破坏我们联盟和机构的人的企图。他这个大西洋宪章列出了8个的合作领域，包括捍卫民主、重申集体安全的重要性、建立一个公平的贸易体系、应对气候变化、打击网络攻击和强化健康体系。那么大宪章的第1点就是说，我们决心捍卫推动我们的国家实力和我们联盟的民主和开放的社会原则、价值观和机构。我们必须确保民主国家从我们自己的国家开始，能够解决我们这个时代的关键挑战。我们将倡导透明，维护法治，支持民主社会和独立媒体。我们还将对抗不公正、不平等，捍卫所有人固有的尊严和人权。这个价值观很正确吧？然后呢，就是几乎在同一时间，英国政府发表香港半年报告，批评北京政府在2020年3度违反中英联合声明。报告批评中国人大擅自改变香港的选举制度，直接违反基本法确立的民主承诺。报告提及47名泛民的领袖因参与35家初选而被控港版国安法，说明港版国安法不像中国声称的那样只影响一小撮严重危害国安的分子，而是剧烈的限制政治意见、表达自由和合理讨论公共事务。大概我们今天大概的主题就讲这3个啊。那么新大西洋宪章，我认为它也是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啊。好，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啊，谢谢。好，我们看看今天大家有什么高见。明谢Platon 言，谢谢 Jackie 平，谢谢 Lin Takayama， 谢谢观点，日本、台湾、韩国当初也和中国一样有大量的制造业，当人口红利没了时，产业有升级，人民富起来了，但人口也老化了。现在中国的人口红利用完了，未富先老，产业还停留在传统人力情况。我以前的上司真的拼，为了家庭孩子天天出差，老板说有新任务，当天来回还得加班，我加班到11点已经不行了，他还要看我的文案，自己再改到凌晨1、2点。那时候心里真的很生气，
为什么他不拒绝一下呢？只以为他属于奋斗型，现在自己年龄也大了，才体会到其中的无奈。情况本人46岁，是个售后服务工程师，现在是真的不敢失业。虽然没有房贷车贷，但我们夫妻俩每月的收入也刚好维持生活而已。因为这2-3年来物价上涨得很厉害，而工资却几乎没有上涨。曾经在2008年创业，但2013年失败了。至于失败后对意志的打击，失业后对意志的打击，真的不堪回首。但好在总算挺过来了，恭喜你，坚持啊！情况同样，18年开始失业，对这封信深有感触，尤其现在的形势如此，有时候真的彷徨失措。不过我还是每天坚持阅读和锻炼身体，也积极的投入家庭生活，辅导孩子，希望有转机，咬牙坚持，尽量乐观，加油，我们支持你啊！情绪每次出事都要有个首当其冲的地方官出来背锅，以谢天下。有时候甚至用个临时工来借口来灭口，以把罪责归咎给某个可怜虫。然而，更深层次的问题是，马拉松的经费真的完全给到了办赛环节吗？医护人员、救助人员人手是不是不足？天虽然有不测风云，可是办赛环节是不是能够做得更好呢？本来好好的一张地方名片，被人浮于事的执行给砸了招牌，最后办赛者还不如牧羊人更熟悉当地。更心痛的是生命的失去。情绪，21条人命，几个处分就完事了。顶上领导最多再罚酒3杯，可怜的中国百姓只是个数字而已。提问：看到景泰县书记跳楼的新闻，并没有感到惊讶，因为这符合大家之前的预期，只是在谢罪还是替罪的定性上有所分歧。请问王先生怎么看？我没有预期会跳楼，为什么？中国人不是老好死不如赖活着吗？那么他这件事情，你就算是个渎职罪，也就是撤职啊。那为什么跳楼？我觉得应该有别的事吧。那跳楼更多的应该是别的事情，因为大家知道，一个县委书记基本上在一个地方就是土皇帝啊，一手遮天，基本上是这样啊。那么他一手遮天之下，他干了多少事情，我不知道。那会不会他没了这个岗位，他原来干的事情就盖不住了呢？会不会有这个因素？我不清楚，我只是猜测。我自己想，我估计可能是这样啊。如果你是因为这件事情，以我的判断，你最多就是个撤职嘛。现在县长是撤职嘛，那县委书记也是撤职。那撤职会不会办个渎职罪不好说，但我估计不大会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不至于跳楼。那跳楼的原因可能就这个啊。观点：中国也想要美国一样的世界话语权，那必须要14亿人，12.7亿人的人头来换。为什么呀？话语权要人头换吗？什么意思？不理解，没听懂。观点：中共最大的筹码就是它的人口，人口意味着生产力、军力和市场。换句话说，人口在中共心里就是他在国际上讲话的筹码，而不是一个个有权利、有尊严的个体。非常对，非常对。情况：在老家种地，温饱还能解决，菜自己种，所以开销非常小。开始的时候没打算在城里买房子，所以没有房贷。4个孩子，4个孩子，你怎么会有4个孩子？4个孩子，我的天！那你还能解决温饱？种地而已啊，这个你超出我们想象。能不能跟我们再说说，你怎么用种地来解决4个孩子？你得养4个孩子的，我们1个孩子都很吃力啊。情绪：高考录取率那么大的压力，拼到头，为了一个高薪岗位，
万一失业了，又变成这位作者的境遇，大龄待遇，怀才不遇，又要迎合三胎，还晚退休，简直是恶性循环。提问：中国中年失业这种情况是不是中国特有？请问王老师，在国外政府对待这些人有什么保护？在国外不存在。那在香港也好，在美国也好，基本上你可以看到的情况就是，所有人失业跟年龄没有关系。如果你以年龄为就业的限制的话，这明显就是歧视。如果你这个企业如果以这个为歧视的话，你准备破产吧，告死你一群。所以，其他国家有没有中年失业？有，但是不是针对特定的失业现象。中国现在的中国有的这种中年失业现象，是他们这些企业特别针对中年人采取的一个就业政策，这是一个歧视性的政策。但是在中国，歧视这件事情呢，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哪儿都是，所以根本就是司空见惯，它也没有一个社会体系性的防止歧视的问题。但是西方国家就不是，西方国家你要是真的是年龄歧视，就算你招聘广告，你有本事你登个年龄20岁，你看你这个广告能不能，你什么后果？女20岁麻烦大了，你这个广告就麻烦大了啊！所以不能够这样登招聘广告，但是中国就是这样登。所以，那在西方国家，在美国，你失业了你就留失业救济金嘛，有没有特殊保证？没有特殊保证，一样你会，如果你在公楼，那你会失去你的房子，除非你短期之内找到新的工作啊。提问：王老师你好，因为工作单位好几次通知要打国产疫苗，我都以生病为由没有去。之前听您节目说要打疫苗，保护家人，保护自己，但是前几期节目中谈国产疫苗不提供感染保护，只提供感染之后使轻症不变重症，外加国产疫苗本身存在副作用不明。面对这种窘境，请问王老师，这种情况还要打疫苗吗？谢谢。副作用我就不知道怎么评价，因为如果你不提副作用的话，我的意见还是要打，因为打比不打好嘛，对吧？总体来说打比不打好，因为毕竟还是有保护嘛。它的保护不好，不保护你感染，它至少保护你由轻症不会变成重症嘛，这还是好的。但是问题是你现在提到副作用的话，我就不敢这么说了因为如果有副作用，那你就在权衡利弊的当中有一个不确定性，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打你了抱歉，你自己要做出判断了情况从中央到地方对于环境工作的施压，去年一些实业企业还能撑撑，今年好多都倒闭了，面子大于一切，淄博和枣庄因为上面的政策快玩完了情况震惊于上面的网友可以养4个孩子，我1个孩子光补课都压得我喘不过气。是他种地能养4个孩子，我不知道他怎么养。你这个网友能不能跟我们说说，你怎么用种地的方法能养4个孩子？就算你不供楼不供车，我们想听听好吗？请你说说看。观点：台湾前阵子有台铁太鲁阁号事故，死了49人，除交通部长下台外，死者1人至少赔3000万赔偿金。这个价值是不一样的知道差别吗？知道差别就好提问：刚刚听马拉松事件的报道，没有听到受害者的赔偿事宜。这件事情的赔偿的重要性不亚于惩罚。请问王先生知道中国对这件事情赔偿做了什么事情吗？我知道他们1对1的做工作，后面我就不知道了。
到底赔多少我也不知道啊。我希望我能知道，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情绪，记得王老师去年有几期节目说应届毕业生遇到最难的就业季，其中提到持盈保泰啊，有岗位要珍惜岗位，不要考虑创业。于是去年6月后努力工作，对领导的布置的任务高效完成，居然疫情的年份收入还超过往年，真的神奇。多谢老师的提点，老师的经典节目经典观点全部吸收。感谢老师每天辛勤劳动，祝端午节快乐啊！谢谢你啊，谢谢。基本上是这样，就是说基本上不是应届毕业生的问题，而是所有的人在现在这个情况之下，持盈保泰啊，就是不要创业，不要跳槽，尽量的保持现有的岗位，然后尽量的找到一些退路。万一现在的岗位没有了，你至少有1、2个选择，对你来说比较安全。尤其是中年的网友，更加要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心态。为什么？经济形势比你想象的要差啊，就业形势比你想象的还要差，所以以这2个为前提啊，请大家谨慎处理自己的跟职业有关的事情啊，尽量的保守一点，没有错啊。情况，坐标天津，居委会上门劝打疫苗，所有打过疫苗的人家门口贴标签。虽然我家打过，但总觉得这样怪怪的，就有点像什么，有点像阿里巴巴嘛，门口画个叉，这家我们来过了，门口打个勾，这家可以进去啊，就好像是这个意思吧。情况回答上面的网友，西方国家面试官不允许问年龄，问了有可能被投诉到劳工部门，按照工时累计失业保险领取时长。OK， 情况4个孩子的网友回答，大女儿是前妻生的，已经工作几年了，3个小的都在本地镇上上小学，老婆开着服装店，那你怕啥？原来你们家有矿，那是有矿，你养3个没问题啊。观点：中国女性更难上一层楼，除了年龄歧视，还有生育歧视。以前问你生不生，后面问你生不生2胎，以后问你生不生3胎。妇女歧视更严重。妇女歧视有3方面的歧视。第一，就业歧视很严重，有些单位直接就不收女工啊。不收女工的原因，当然背后就是什么？背后就是结了婚没有啊？结了婚就要生孩子啊，那么生孩子就有一段时间不能来啊，那企业就另外要找人啊，这是就业歧视。然后就是很多跟你的职业规划有关的歧视，在中国就是非常严重啊。那么生育歧视、就业歧视，还有一些岗位啊不给女性安排，大概是这样。那中国的歧视，在中国一个没有民权的社会，歧视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就是当一个国家没有人权，这个里面的老百姓没有人权的时候，那你想想看，歧视不就是天经地义的结果吗？观点：年轻人跟中年人有什么不一样呢？我是雇主的话，更加愿意请中年人，因为一般中年人比较稳定，跳槽的少，每个员工离开要花钱培养新员工，那是很大一笔开支，增加公司成本。中国公司不算这种成本吗？当然有差别。如果这个比较年龄大一点的员工，我作为一个公司的管理人员，我讲一下我的想法。同一个岗位啊，我当然希望安排一个比较稳定的员工。那么稳定的员工会减少我们的重置成本，就是招聘成本啊，因为你不断招聘需
需要这个除了招聘以外，还有培训，所以我们叫重置成本。重置成本是一个企业人口流动的代价。那么年龄大的员工呢，他的重置成本是比较低；年龄小一点的员工呢，重置成本会比较高。但这里面有好有辣有不辣。年龄大一点的员工呢，他比较稳定，但是呢，他的再学习能力比较差，他的反应会比较慢。那么新员工呢，可塑性比较高，那么他接受新事物比较快。那么这个是一件事情的两面。那么年纪大一点的员工，他工资会比较高，因为他在资历比较长，在单位的时间也比较长。那你不断的加，不断的加，最后可能年纪大的员工比年轻的员工呢，可能工资会高出50%都会有的，极端一点的情况啊。那你想一下，从成本的角度考虑，那还是年轻一点的员工，或者是直接招应届毕业生。如果你的岗位的技术难度没那么高的话，他更愿意请应届毕业生，就是这个道理啊。他还有成本压力。一个企业成本是什么？成本就是利润的，就是直接影响利润的因素就是成本。你去挣更多的钱的难度是很大的。你想一下，一个企业多赚1块钱，他付出的心力要很大，但是他减少1块钱，他比多挣1块钱，哪个容易？当然减少1块钱容易。所以很多公司情愿去减少开支来增加利润，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这是一个从管理者的思维，他会这么考虑问题。情况在河南，人口大省，月收入不足3000，一般3个孩子，教龄20年的教师收入3200元，一个班里80到90个孩子，这怎么教？一个班有80-90个孩子，以前我们是40-50个孩子吧，一个课桌4个孩子坐，我的天！情况，王老师您好，我是38岁摄影师，是您的老听众，目前还在北京职场拼着，公司不嫌弃我年龄大，现在不敢离职，不敢创业，走一步看一步。对的，这是对的，但是你还是要做一些更多的准备啊，更多的准备。走一步看一步之外，你还要多一步准备，就是万一怎么样，怎么办的问题啊？好吧。观点：有竞争力的公司会喜欢成熟的员工，只吃人口红利的公司更爱新鲜的肉体。这话说的有点狠。如果工作环境里都是拼血汗的公司，那中年危机真的会很明显。拼血汗呢，这个话呢，怎么说呢？这里面真的是充满了政治啊。那一个企业，它在市场上，我们不说那些靠政府啊、靠那些的，我们不说，我们就讲一些纯粹的，在市场上打拼的这些企业。那么拼的是什么？你说拼血汗，拼血汗包括谁？包括所有人，不仅仅是员工。大家记住，还包括那个总经理，还包括那个老板。如果不拼，活不下来的。为什么？中国市场比其他的市场更困难，竞争度更高啊。第一个竞争度更高，第二个难度更高。所以在中国的市场上打拼的这些企业，它付出的代价更大。我经常讲，在中国要赢，其实为什么那么多企业，他们的老板会去找政府官员、找靠山？原因是，如果你纯粹在市场上拼的话，真的很困难，真的是拼的是血泪，不仅仅是员工的血泪，老板的血泪一样要拼。那有些人有关系呢，就找关系呗，那就活得还没那么辛苦。这就是为什么要找靠山的原因啊。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安全的问题啊。情况坐标：浙江乐清，从事电器电力行业，
这里很缺电子工程师和电气工程师，很缺一线产业工人，薪水5000到8000元。希望王老师播报，帮下失业的朋友多个选择。OK，浙江乐清哦，那么电子工程师和电气技术人员情况：2001年出国前，自以为自己是硕士，跑去人才市场，当时33，已经是因为年龄被歧视了，果断出国。20年过去了，我这个年龄在美国还是容易找到工作，没有哪家公司敢用年龄说事儿。情况现在广东企业招人太难了，现在的人找工作很挑的，不像老一辈人。你这话说的不地道啊。那你把公司提起来试试，很容易找的啊。你问题是，你还用原来的工资去招人，当然非常困难了。市场上不是没有人，市场上也不是没有岗位。为什么有些岗位没有人去，有些单位招不到人呢？当然，你用原来的工资肯定招不到人呢，因为房价涨了这么多，物价涨了这么多，工资也要涨，不涨的话，我到那里打工，我钱攒不下来，一样的道理啊。那很多市场，你说啊，我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工作的原因不是因为没有工作，有工作啊。你那工作你根本不够花，你怎么去上那个班呢？所以我们要看现在的实际情况，而不是只讲一边的情况，那就不够全面不够全面啊。情况：某直辖市某大学到市里开会，被骂得狗血喷头，说就业率只有30-40%，这个大学属于不错的大学，要求到7月份达到70%，只要结果。其实很多学生计划继续读研，该大学老师不愿意强迫学生，也不愿意造假。目前这些老师快顶不住了，就业30-40%，不错了啊，已经。现在大学生的就业率100%是假的，没有真实的。情绪：昨天上午的直播讲张文华的事情，感慨良多。本人在日本，今年初一，当初一起来日本的朋友都就业都毕业了，10个人9个都回国。我之前基本每个人都劝，至少等2年再看看。可惜把我当神经病，一套东升西降组合拳打得我头皮发麻。我不知道将来当初初一在日本奋斗的朋友们，会不会有人成为下一个张文华？东升西降东升西降还是有很大的欺骗性就是很多人把自己的愿望变成现实，当成是现实网上看到复旦被杀书记的简历，如果属实，这个书记的确是个职业政工干部，而无相应的数学学术背景，这样的人成为学术机构一言九鼎的领导干部，的确非常奇葩。情况：我现在公司也找不到合适的人，连投简历的都没有，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开工厂做贸易的，自认为待遇不算低，工作时间按照法定假日，该有的都有，不知道什么情况，已经连续几年没有找到人，反而在印尼招聘了一个员工，网络工作，感觉素质各方面都不错，远远高于中国员工，英文水平以及敬业程度比国内员工高多了。那你就继续招呗，对吗？你就继续招，继续让他推荐其他的员工呗，那你就可以用啊。情况：我和我媳妇儿都失业了，他们都是有10年以上的工作经验，主要我们无法每天加班2到3个小时，现在企业利润都在卡员工时间榨取，没关系，在北京真的不好混OK。情况：在美国不止工作不能有年龄性别歧视，连房屋和雅房招租也不能够有歧视，例如招租单位不可以写限单身女性、限学生这样的话。观点：在国内的网上好像个个都高收入的成功人士，家庭收入没有个50万都不好意思跟别人讨论。我一度很焦虑，觉得自己很失败，但实际还有我没有看到的沉默的大多数。
我一直认为，这个微信是个很坏的工具啊。那么这个坏的工具是什么呢？就是中国一大部分的焦虑，大部分焦虑来自于什么？来自于微信，就是哎呀，这位网友今天又买新车了，就喜提新车，这位网友又喜提新房，这个网友又喜提新媳妇儿，你这不吓死吗？你一天收到3个喜提，你说这位网友有多大压力？压力很大吗？中国人很焦虑，焦虑什么呢？焦虑怕自己掉下去。其实讲到底就是怕自己掉下去，或者是感觉到自己已经掉下去了，因为别人都上去了，但其实是什么呢？其实大家都没上去，都在下面啊，这是真实的啊。观点，制度优势一方面是规避人性的试探，比如你把招工都留给市场，市场是不可能愿意招女员工的，所以要全社会保证不歧视或者生育补贴。同样的，还有国内老是有人问，如果婆婆生病50万才能救，你救不救？这是考验人情。但如果所有的老人都有好的医疗保险，那该怎么治疗怎么治疗，晚辈只是照顾工作，不会给你去权衡托寡一家人还是救一个人。中国有很多这种人性的试探，从小你喜欢爸爸还是妈妈，这是人性的试探。你爸爸妈妈是喜欢你还是喜欢你哥哥和你喜欢你妹妹，这是人性的试探。这个老婆媳妇儿掉河里，先救谁？这都是人性试探。中国人喜欢人性试探，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在中国人的价值观当中，人性是排在最后的，所以不断的去试探底线在哪里。提问：目前国内单位、各级政府都在发国债，每年还息，30年后还本金，这是个普遍现象。一个小单位发债1.5亿，又在花后代的钱，请问王老师，我们该怎么应对？我不知道该怎么应对，因为中国政府那么大，你这么小，你怎么应对？他做的事情，你一根稻草到你身上，山那么大，你说你怎么应对？没什么好应对。你不要以为永远都能够趋利避害，没办法趋利避害。你就在那个高压锅里，你在那个高压锅里面，这是个高压锅，你在这锅里待着，这高压锅在里面夹着，这个底下火在夹着火，你怎么趋利避害？没得避的，所以我没办法告诉你怎么办。经常有人问啊，中国政府做这件事情很混蛋，然后就有网友问我该怎么办？你没有什么办法，你就是在高压锅里面的那个其中一份子，你不离开这高压锅，你没有办法，理解吗？所以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情况坐标天津，这里强制要求反诈骗 APP 还是政治任务，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感觉这个 APP 后面有鬼。所有的这里面都有鬼了啊！所以昨天我看见一个策略，什么策略？准备2部手机啊，一部就是装所有你要求装的手机，全部装里头就好了。再准备一个手机啊，就是你要翻墙啊什么的，就用这个手机啊，就是2个手机啊。情况我是4个孩子的家庭，大女儿9岁，儿子8岁，老三6岁，小的刚出生。我在摆地摊儿，没有好的生活，孩子就穷养。不要去攀比，父母要教孩子有生存能力很重要，不要攀比，好吧？摆地摊儿能养4个孩子，好吧？那李克强应该请你去国务院现身试法，我们用摆地摊儿养4个娃，这个超出我的想象，好吗？情况在宁波1个月5000，只能维持一个家庭省吃俭用，孩子读书补课1年6、7万，这点工资怎么够啊？情绪，自从把微信朋友圈关了以后，半年来生活顺利平静，心情平和。
就是要关掉朋友圈，关掉朋友圈，让你的生活平静。所以请大家，当然最好是什么？卸载微信啊！有些网友说卸载微信，我跟朋友联系都是微信，其实可以打电话的，对吗？你说呢？观点非常喜欢王先生分析问题，尽可能经济规律角度。如果把政治感情都混在一起，很难理清楚问题的实质。经济的角度，好吧。唐伟，谢谢。您谢 Richard 胡，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一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